Ciao a tutti， 我是阿黛蕾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意大利做糯米肠的经验，从食材的取得、工具、配方、操作到心得。在这之前，我完全没有任何使用肠衣的经验。操作前先做了一点功课，但有抓到其中一些关窍。第一次除了肠衣直接买太少的遗憾，其他我都挺满意的。这支影片记录了我第2次做糯米肠的过程。说不定正在看影片的你刚好就想吃糯米肠，相信我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困难，而且很好玩哦。首先是糯米，我的坐标是意大利拿坡里，我家附近的异国杂货店可以买到泰国糯米，就是这包，还挺便宜的啦，一包1公斤才2欧元。把米淘洗干净后泡水1整个晚上，或至少6小时，隔天沥干备用。我实在找不到新鲜猪大肠，但是在 Amazon 上面找到这个德国来的真空包装、盐渍处理过的加工肠衣。这是我挑了3638，是该品牌最大直径的肠衣，跟真的猪大肠比起来还是小了1圈啦。我本来以为肠衣会很臭，但是打开包装后其实没有闻到什么异味。泡一下水，把多余的盐分洗掉，马上就可以使用。我买了2次，觉得品质真的不错，非常好用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商品链接我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里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哦。来做糯米调味，我不喜欢花生，所以这里不放不讨论。油葱酥不用自己炸，我都用这罐 IKEA 的炸洋葱，味道一模一样。1罐才1欧元，去逛 IKEA 我都一定至少带5罐回家，用起来一点都不心疼。这次我整罐全放，接着下酱油、葵花油、白胡椒和椒盐等，全部搅拌均匀。搅拌的时候要轻柔一点，不然米粒容易断裂，影响口感。这样糯米的部分就算完成了，让米静置大概半小时，吸收调味料。来准备剪肠衣，首先要决定你的糯米肠长度。我取大概30公分，抓出几段肠衣后，用剪刀剪开成小段。肠衣的2端分别预留5公分的留白，扣除留白后，剩下的才是实际可以灌米的长度。考虑肠衣受热后会大幅回缩，30公分的肠衣煮熟大概剩16到18公分。肠衣剪完后，可以像这样拿到水龙头下灌水顺一下，目的是把肠衣稍微撑开，等一下灌米会快一点，还可以顺便冲掉肠衣里残留的液体。准备一个小漏斗，肠衣套上漏斗口到留下4指宽，大概5公分的长度。倒入1大匙糯米，用筷子在洞口戳一戳，米粒会自己随着地心引力往下掉。肠衣要灌多饱，要根据你使用的糯米种类调整。泡过水的泰国长糯米煮熟后，大概只会再增加1/3的体积，所以这里我的肠衣可以灌饱。但如果你用的是其他品种的糯米或圆糯米，就要再自己斟酌一下了。糯米肠灌好之后，用手顺一下，尽量保持头尾粗细一致。继续完成所有的糯米肠。煮糯米肠之前要在肠身上戳洞，可以防止水煮过程爆裂。烧一大锅水到微微煮开的程度，不需要大幅滚动。下一大把粗海盐，然后像这样抓着糯米肠的2端泡进热水里，晃动几下。水压会把糯米肠里的空气挤出来，肠衣受热收缩后，会自己把米紧紧的包起来。用这个方式煮糯米肠，不必浪费时间绑肠衣，也不用担心漏米。然后用小火，保持似滚非滚的暧昧火力，煮大概半个小时。小心翻动一下，确定底部的糯米肠没有粘锅。熄火后再泡10分钟就可以捞起来，稍微放凉就可以吃了。
这真的就是我日思夜想的糯米肠啊！而且很好上手，难度1到10分，我给4分。糯米肠可以分装冷冻保存，想吃的时候蒸熟或水煮加热就可以。因为肠衣有戳洞，你甚至可以用微波炉回温也不会爆裂。但我要老实讲，泰国糯米 Q 弹的程度，跟我印象中在台湾吃的糯米肠还是有一点差距。这个肠衣的口感跟超市买的那种德国热狗一样，有一点脆脆的，跟用真的猪大肠做出来的肠衣也有差别。但没关系，目前能搞出这个样子，我就非常心满意足了。拿出平常都舍不得吃的香肠，我做了大肠包小肠，除了酱油膏和辣椒酱我也不管了，1分钟吞光。我好久没有吃到这个味道，感动到快哭了。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食谱影片，欢迎按赞、分享或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阿黛蕾，下次再见喽，ciao ciao。